还要来讲，栗子只给自己安排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原来以为他会讲的比较宽泛，然后没想到就是还比较具体，而且挺完整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难得的。好，我叫顾路，我是这个比原科技的创始人，也是小松游戏的开发者。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 Bitcoin SV 开发工具和技术概览。那为什么我要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实际上，这个开发工具和技术本身，刚栗子也介绍了，有一个列表，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很多地方都有 BSV 开发相关的这个 SDK 啊、文档呀、库啊。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件事儿呢？因为我希望把所有的开发资源以一个对开发者作为用户来讲友好的方式提供给他们。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当中的一步。那每一步我们就是馒头不可能一口吃完嘛，我们一次完成一步。这一次的这一步呢，是我把这个系统里面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按照一定的逻辑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吧。好，首先第一个问题，上车。上车问题是英文叫 onboarding。那么什么是上车问题？大家可能看过那个表情包，叫什么老司机带带我。本来我想在这放一个表情包，但是正式的场合不太合适，所以我没放。那么我们 BSV 圈子里边其实老司机还是蛮多的，而且他们跑得很快。跑得很快就造成了很多初学者呢，就是可能没有很好的沟通的机会，然后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然后他们做的东西呢，可能初学者也不一定看得懂，然后造成很多新进来的开发者他们不知道怎么上车，包括用户也是这样，用户可能会因为很多原因，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有太多的新概念要了解，那他们就放弃了。所以原来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怎么样让大家更容易理解、降低这个学习曲线的事儿啊，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事情很重要，比你去就是做很多深入的分析可能更重要。那么这是 onboarding 的问题。好，在我们 BSV 圈子里边有一个钱包叫 Money Button， 他们的开发者这个 Ryan 他专门做了一个针对 onboarding 的工具，就是一个给开发者和用户都可以使用的一个水龙头。这个水龙头的特点呢，就是跟其他的你看到其他公链上的水龙头不太一样。这个水龙头是可编程的，给你提供一些机制，让开发者能控制这个水龙头，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给用户提供 BSV。这样呢，你不用做什么事的情况下，你就能绕过，我要开发，首先我要有币怎么办？有币我先要有钱包怎么办？你会绕过这些问题，直接把 BSV 用在你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绕过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好，我简单讲一下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它有几个 API， 你可以创建一个水龙头，你可以往水龙头里面塞钱。如果水龙头里钱不够，就是水龙头里的水不足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弄点水。你想要让它出水的时候，你就拍拍它，就是有一个 tap 的接口可以拍拍它。那么对开发者来说，这样其实他们可以不用想其他任何的问题，就可以无痛的去实验一下自己的一些新想法。有些特别有创造力的朋友，就是他们一天可能冒17、18个想法，他不需要去考虑我要对接哪个钱包啊，怎么样，他就可以直接用水龙头来实验。那么对用户来说也是一样，他不需要先有币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好，除了这个水龙头之外，我还列了很多其他的，就是测试网上的水龙头也好，还有就是一个我们刘老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的这个合约化的水龙头，你可以利用 BSV 的合约。那么因为我这个介绍是一个全景式的介绍，我就不去深入每一个具体的技术了。但是你可以看到，除了文字以外，我还把每一个信息它的链接都贴在那里，这样你对哪个感兴趣，你可以拿到这个 PPT 了以后，你可以就深入进一步了解。好，讲完 onboarding 之后，我说一下我今天这个有哪几个板块，然后我要说哪些东西。那么分成4块，一个是上手，就是你刚接触 BSV 你应该看些什么。
然后上手你熟悉了它了之后呢，你会想要亲自去尝试一些项目的开发，这就涉及到实战的工作。那么实战的时候，你可以有哪些参考？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实战经验，你希望更深入的了解它某一个方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对那个方面非常感兴趣，想深入研究，这时候你就进入到一个研究的环节。那么这些如果你既有项目，然后又深入研究了，最后你的脑子里会有很多概念，有的概念你熟悉，有的你没那么熟悉，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点进行一个结构的构建，把它变成一个系统化的结构化的知识体系。那这个知识体系就需要你去做一个整理。其实不管是 BSV 也好，还是我们学任何东西，其实都是这样。我们面对4个阶段入门、实践，然后理论，最后是把所有的这些系统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好，我们先来看入门。入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想尝试 BSV 开发，那我应该从哪儿开始呢？那我们会遇到很多信息。你可以看到，首先一开始刚接触比特币的时候，你肯定听说过就是中本聪发布的白皮书，然后你还会看到wiki 啊、文章呀、GitHub 啊，我是不是应该去拖一个代码来研究一下呀？是不是应该把这个Bitcoin 的源代码拉下来瞅瞅呀，看看它是怎么实现的呀？反正你会遇到非常多的信息。那么真正困扰你的问题不是资料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了，信息非常多。那么你可能已经看过这张图，这张图其实是比较过时了，新的项目据说有500多个，各种类型的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如果你真的严肃的想去做点什么事儿的话，你需要去理解他们，看看别人做了些什么，我是不是能用上，哪个做的比较好，哪个做的比较贴近我的需求，让我不用再重新造轮子，你会去比较、去甄别。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是非常耗时耗力，而且是一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因为我自己就做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我自己要做什么事儿之前，我就会先去了解有没有人家已经做过这件事儿，或者是能不能帮在某个角度已经做好了这件事儿。那么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过程，是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好，那么我们直接上针。这2个库为什么我们把它挑出来呢？一个是 BitSV 是个 Python 库，这个 Python 库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拿它来做一些基本的操作。那么下面这个 BSV 呢，它可能名字正好有点重合，所以你搜的时候不太容易发现。它是 Moneybutton， 就是刚才水龙头的那家公司，然后他们写的一个库。这2个库，一个是 Python 实现的，一个是 JavaScript 实现的，正好也是我们就是比较熟悉的2个语言。那这边列下来他们的代码和文档。接下来我们看看为什么是 BitSV 和Moneybutton 的 BSV 库，为什么我要把他们俩从500多个项目里揪出来，专门来讲一下呢？因为这2个库啊，他们就是我们程序员知道。这良好的测试跟文档对我们有多重要？尤其是如果你读过那种文档，就是写的非常优美，然后信息量非常大，但是你读完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用。如果你读过这种文档，你就知道一个好的文档是非常有用的。那么这2个库的特点就是它的文档、测试、接口都是方便开发者直接上手就能用，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开始开发。那么它们还有一些更好的特点，就是从底层到高层都可用。有的库呢给你是一个黑盒你用，但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进去看它的实现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对开发者来说是黑盒。那有的库呢又过于基础全部都是很琐碎的东西，这些我都遇到过，就是非常琐碎的东西，你需要自己去把这些小碎片给拼起来。那么很多人的热情可能就在拼小碎片的时候就耗尽了。那么一个库同时具有足够底又足够高层，那么对开发者来说是巨大便利的。在你不熟悉它的时候，你可以用它高层的东西直接就得到一个功能。在你感兴趣的时候，你又可以足够深入到足够深的地方去。我觉得从底到上都有的话，对开发者是很灵活的。
那么这两个库它都是基础功能非常齐备的，有公司钥的管理、哈希签名，所有的这些包括发交易，然后存数据这些功能都是有的。它们所有这些特性联合起来，就是得到一个它们共同的特性，就是学习曲验是非常平缓的，非常适合上手。好，我简单说一下，用代码做个示范，不熟悉工程的同学可以跳过，或者你们可以练练枪。其实非常直观，就是你用 BitSV 去发送一笔交易的话，10行代码都不到。确切的说呢，只有1行代码，就是最后这一行，你前面都可以跳过。导入一个库，然后建立一个私钥，用这个私钥去指明你要发送的地址，最后一句话去把它发出去。所有的这些你都可以不用细看，你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当你想要发给一个地址一笔钱的时候，你能够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告诉他，既可以指明我是用 USD， 就是美元呢，还是 BSV 呢？你看，直接用一个字符串 USD 和 BSV 就能指明。这个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它把背后的汇率转换什么的都给隐藏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定制它。最后当发送的时候，它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需要你指定任何你其实不太需要关心的东西。那很多库其实是把很多你可能作为初学者你不太关心的东西暴露出来，需要你一个一个弄明白，上手是非常麻烦的。好，这是发送一笔交易，在最后得到了一个 TXID， 这就是表示交易发送成功了。好，另外一个例子。用 MoneyButton 的 BSV 库怎么样去验证一个消息？这个跟刚才一样，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两个函数，一个是对一个消息进行签名，另一个是对一个消息进行验证。你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库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不需要你做额外的事情，你只需要把你要做的事儿告诉它就好了，所有的细节它都会帮你处理好。好，最后你看这个消息签名了之后，验证返回一个 true， 说明确实是这个私钥的所有人他的签名。好，上手了之后，我们要做实际的开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就是找到很好的 API 来帮助我们完成大部分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现在已有的一些 API， 这些 API 它们有一些公共的功能。就是去查询人家已经发的一笔交易，去查询已经生成的区块，还有去查询某一个地址你关心的东西，这些是所有的区块、所有的这个 API 都应该提供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广播交易。那么我把 API 分成了2类，一类是刚刚例子讲到，就是我们 BSV 这个强调 Bitcoin 对数据非常就是有一些数据特性的这个 API。以后有可能他们成为就是数据服务商，然后另外一些 API 呢是另外一个分类是钱包 API。那么数据 API 里面有3个 MetaSV、What's on Chain、MetaCloud， 然后 API 的服务商是有打点和 MoneyButton。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看这个 MetaSV 它有什么特性。那么左边这个列表列出来的是 MetaSV 它提供的一些特色的功能。那么你一个一个看可能会觉得有点枯燥，我们就结合实际的需求来看这件事儿。好，特定的需求，当你关心 MetaNet 是 BSV 提供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以后的一个互联网的基础的构建，我不会详细的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数据结构，就是你用它来组织你的数据程序内的数据逻辑。那么当你想在这个树状结构里边去检索的时候，你可以用 MetaSV 提供的一些功能。那么当你希望查询某一个文件是不是在链上某一个协议，比如说天气协议 WeatherSV， 你是不是那个协议相关的所有交易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 MetaSV 的其他协议的查询，去查询具体的信息。然后第3项，这是 MetaSV 提供的非常有特色的功能，就是把你关心的信息推送给你。当你关心的某一个地址发生了活跃的事件的时候，它会通知你比如说你关心某一个地址里面存了1万个 BSV， 你希望就是它存钱或者取钱的时候会得到通知，你就可以给这个 API
放一个回调，然后它就会到那个时候用 SSE 通知给你。那么当有新的交易发生的时候，你也可以得到通知；当某一个你关心的地址有新动静的时候，你得到通知；当 OP Return 里有你关心的信息的时候，比如说你关心某一个应用它是不是又有新的发布了，你可以就定制那个关键词，也可以得到通知。好，这些是从需求来反看它的提供的特色功能。那么除了 MetaSV 之外，还有其他2个数据商，他们提供的这个 API 相对来讲就功能会弱一点，但是他们的特点呢是支持 MAPI。待会儿我会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MAPI。这个 MetaCloud 它提供了一个 API 接口，是让你直接把文件发到 BSV 上，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做的是一个如果是跟文件系统有关的应用，你可能会想到要用这个 API。好，上面是第一类的数据的 API， 这一类是这个钱包的 API。钱包的 API 呢，我除了公共的功能我没列，我这列的是打点它提供的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功能非常有意思，就是叫小额自动支付。这个小额自动支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玩游戏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要产生连续不断的一些小额的这个支付的时候，只要你一次授权了之后，它就可以不断的扣。比如说就像你去公交骑车，只要你授权了之后，你每次骑车产生的费用都会自动扣掉。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色功能。那么打点也支持你通过它的接口去把你的数据上链，以某种形式推送到链上去。除了打点之外 ，MoneyButton 也提供类似的机制，不过它的功能要简单一些。好，这里就是除了在 API 之后呢，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外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 BSV 开发者叫 Unwriter。他做了几个工具，这几个工具呢，在我们来看起来，它有点像这个 Linux 上的一些开源的工具，它表现出很强烈的这个开源的特性。那么可能你实际的工程里不一定会用到它，但是你参考一下它的设计，会对你的开发有很大的帮助。这里这几个库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功能，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深入。那左边的这个是叫 BitBus。BitBus 是把区块链上的这个，只要产生了区块，它就会把区块里的交易分析，然后放到它自己的 DB 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查询那些你感兴趣的交易，这样你不用直接去链上查询。那么另外一个库是 BitFS， 这个 BitFS 呢是你可以以Unwriter 定义的一个协议去找到这个区块链上任何一个交易里边的文件。你看它分成这几个部分，首先是一个交易的 ID， 然后交易的 ID 的输出的第0个输出里的第6个里面存了一个文件，它通过这种方式，就像我们这个 URL 一样定位到这个资源，你就可以去取这个文件。那么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区块链上的文件系统，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原始的文件系统。还有，我认为 Unwriter 做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叫 BitSocket。这个 BitSocket 跟前面2个工具不一样的是，它是提供实时的支持。只要区块链上有新的交易发生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交易存到它自己的 DB 里，然后如果谁订阅了，这个交易恰好有符合你订阅的消息、订阅的事件的这个pattern， 就是样式，那么就会发给你，让你意识到你关心的交易来了。这个接口，这个库啊叫 BitSocket， 这个库比刚刚我说的 MetaSV 的那个库要更灵活，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查询方式，允许你呢去定制你想要的字段，用你关心的信息，你关心的东西可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逻辑，或者说非常复杂的逻辑，那么你需要最后返回的东西可能也很简单，在这个定制的灵活程度上，是 MetaSV 是做不到像 Unwriter 这个叫 BitQuery 这个查询的机制这么灵活。好，我简单介绍了一下 Unwriter 的工具。
那么接下来我介绍一些就是相对深入一点的主题。那么这些主题可能你在一开始接触 BSV 的时候不一定用得到，但是你可能做到某个程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要深入某一个领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有用。那么第一个是这个 Scrypt 的智能合约。这个智能合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简单介绍一下特性吧，就是我认为有3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它是相对于比特币原来的脚本来讲，它是一个高级语言。高级语言能提高开发效率，能够提高你对程序的理解和掌控。因为当然理论上什么都可以用就是汇编类似汇编的方式来完成，但是是非常低效而且容易出错的。那么除了高级语言之外，它还提供这个调试的功能，我觉得这是非常实用的。那么第3个是它允许你在写高级语言的时候，里面插入比特币脚本，这个也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补充的功能吧。那么Scrypt 它有一些就是非常有特性的、非常有用的，但目前我们还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特性。那等会儿刘老师可能会介绍一些。好，这里我就不深入讲了。第2个话题呢是文献签名。文献签名呢是Nakassendo SDK， 就是 Nakassendo 这个项目提供的，就是在这个项目是对它的一个实现。那文献签名呢非常有用。其实我一开始对它不是很了解，我以为只不过是一个类似多签的机制，后来发现它比多签要更安全，非常安全。因为这里我列出来，它的私钥是从来不出现的，就是在整个签名的过程当中，私钥从来不完整的出现，所以就极大的降低了这块的风险。而且它不会暴露签名者，因为一个典型的多签，谁签了是你的签名会出现在这个交易里面的。你想象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多签？我们用多签是在一个组织里，当希望决定某件事的时候，用多签来投票，大家来决定。这是一个应用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这个投票是匿名的啊，你是谁签过名，不希望别人知道。那么用文献来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文献这个库呢是 Nakassendo 这个库是 C++ 实现的，但是提供其他语言的绑定。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好，除了智能合约和文献签名之外呢，第3个话题是数字资产。为什么我说数字资产而不是说什么就是 token 方案呢？因为它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团队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比较类似的，都是他们想做一个一站式的 token 方案。意思就是不仅仅是你在 BSV 上从技术上支持这个东西就够了，他们认为是要提供一整套从发行到交易，所以一整套的东西。那么这个 Tokenize 它是在半个月之前做过一个演示。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搜到他们的演示视频，看一下它整个平台是怎么支持从发行到交易一整套的逻辑的。Fabric 这个呢，它是允许你在它这个网站上面做一些很简单的，据我所知现在是有发行，但是我申请到了它的这个发行，然后我去发了一下，然后发现就是它允许你做这个操作，但是这个操作之后就没有后续了。我不太清楚他们目前进展到哪个阶段了，之后我可能会跟进一下这个项目。好，这是接下来就来到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环节了。这个 MAPI 在前面的这个 API 服务里边，有提到过，它实际上我低估了这件事情，就是本来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矿工提供交易费的查询，然后帮助你更低费用把交易广播到比特币网络上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它实际上不能叫野心吧，它实际上试图想要做到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想要做到的事情呢是通过某一个合理定义的接口集来把矿工已经拥有的大量的能力暴露给开发者。那么怎么暴露哪些东西？这个过程可能是不断快速演进、不断的变化的。但是现在已经呈现出这个样子了。这个 MAPI 我们叫它 MAPI， 它已经不再很单纯的只是一个费用的协商了。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这个 MAPI 暴露给谁呢？暴露给真正用这个网络的人。为什么用这个网络？因为比特币网络已经有了大量的算力。那作为开发者来讲，你比如说你开发一个微信，你会需要海量的服务器。那为什么我们不利用现有的大量的计算力呢？为什么要自己再去租用额外的重复的建设呢？那么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列了一下，就是商户有2种，一种是狭义的，比如说你做一个交易，用 BSV 去买咖啡，然后咖啡店的老板，那么就是这笔交易的创造者，支付的接收者，他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它是一个狭义的商户。那么广义的商户呢，就是只要用到这个比特币网络的能力的，作为开发者，我们都认为它是商户，哪怕它其实并没有涉及到这个 BSV 的转账。好。这个 MAPI 现在有几家提供了这个服务，有 Tor 作为矿池，然后 Mempool 作为矿池提供这个服务，也有 WhatsOnChain 这样的 API 服务商，他们提供基本的支持。那么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MAPI 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这个功能从很简单的费用协商成长到一个很有价值的体系。那么在今年年初的第1个版本里边，它的功能是你可以用非常低的这个交易来广播你的非常低的手续费来广播你的交易。我们当时是1聪1字节，直接就成了1/4，也就是说，直接就变成了原来的1/4。也就是说，你用同样的钱可以只能发1笔交易的话，现在能发4笔交易了，而之后还会不断的降低。在 1.0 之后。没几个月，他们又发布了 1.1，1.1里面你可以去查那个交易的状态，这个就方便你去知道自己刚发的东西有没有效，什么时候有效，你可以去批量的去提交。批量提交呢，就是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批量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有很多事情单次做可能非常昂贵，只要你提供了批量的接口，理论上这个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利用这个接口来优化这个系统，让这个系统变得更高效。这 1.1 其实没过多久，然后又没过多久，就是最近前不久又发布了 1.2，1.2 里面又提供了一些我们觉得就是没想到这个会提供这个功能，允许你去验证 Merkle Proof 这个存在这个有效性，然后允许你去检测这个双花，然后允许你去设定一个回调，去通过这个叫所谓的 SPV channel 去接收消息。那么这些接口一出现，我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它远远比我想的要更重要。那么这里面又到 1.2 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个 SPV channels。这 SPV channels 呢是高效的 P2P 通信，这个东西我们说想象空间就非常大了，可以用来做很多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SPV channels 有什么特性。这 SPV channels 呢，它提供端对端的加密，在没有一个 authority 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消息给安全的送达一个第三方。那么因为它是 peer 主动发起请求的，所以它是可以穿透这个 NAT 的。那么它也提供消息缓存，这是一般的 P2P 网络是做不到的。一般 P2P 网络，你比如说 BT 种子，你这个种子下线了之后，你这个文件就没法下载了。但是它又提供了这个消息缓存，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它实际上有它有2个特性，一个是它把中心化的特性跟 P2P 的特性很好的结合起来，所以是有非常大想象空间。看兼具 P2P 和中心服的特性。那么这里我简单列了一下 SPV channels 可以具体的拿来干点什么。这是比如说如果你把这个多签或者门线通过 SPV channels 来做，实际上你可以做到就是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来实现这个门线的协调。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钱包的通知，就类似你苹果手机上收到的这个系统通知，还可以去做这个 P2P 消息中转。这个 P2P 消息中转，这个很多软件都试图去做，但是要么就是中心化的，要么就是做的不是很好。那么你可以用它来做，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用它做一个 P2P 的微信。而且这个微信是直接借助矿工来帮你传播消息的，然后你没有一个不
不需要像微信一样不断的去租更多的服务器来应对它的成长的需求，因为这个是指数级的成长。然后第4个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就是游戏开发这块儿。游戏开发，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服务器。这个服务器的特点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去操心路由，你不需要自己去操心太多的通信的细节，而且这个服务器仍然有足够大的这个扩展性、扩容性，因为它利用了已有的这个矿工网络。好，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它兼具了这个 P2P 和中心服的特性，它才能做到这些。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 SPV Channels 可能会成为 Bitcoin 网络里边以后可能产生的应用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会兼具中心服能做的事儿和 P2P 能做的事儿。那我们在我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个很像这个 Google 做这个 Chrome OS， 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个类似 Bitcoin OS 这样的东西产生，但是这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了。但是就在它发布 1.2 之后，我眼前忽然一亮，我感觉这个事情有可能展开了很大的一幅画卷。好，把我刚才说的这些比较零碎的东西小结一下，实际上就是4个阶段：上手、API、进阶和框架规范。你对这4个方面有了解的话，其实能覆盖你大多数开发的需求了。那么每一个点上我都列出了，那一个点上值得关注的东西。那除了这4个之外，还有左下角 Unwriter 的工具可以翻一下。在这些里边，第4个部分是变化非常剧烈的，可以值得你时不时的去关心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它会随着版本迭代会非常剧烈的变动。好，讲完了实践的部分呢，我们开始进入就是理论的探讨了，因为Bitcoin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系统，就是它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东西。刚刚我们介绍的东西是水面以上部分，现在我们介绍水面以下的部分。那么首先，如果你想深入的了解比特币，我建议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博士跟Ryan 他们俩的以一种交流的形式来录制的一个20个小时的视频。这个视频讲解了方方面面那些也许我们平常日常开发用不到，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我这里列出了这个视频的地址和它的中文的简介，是邱少小杰的简介。我推荐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了解一下开发之外的东西，就是比特币在冰山之下的那个部分。那么，我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它大概就包含这些部分。那么，真正的比特币作为一整个系统，它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技术那一层，技术在比特币的整个这个系统当中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你看到的这个1、2、3、4、5、6、7、8这么多拼图，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比特币不仅仅是技术，它是法律，它有它的法律它有它的法律意涵在里面，然后有它对这个商业的部分，就是金钱加法律等于合同，这是商业最本质的东西。然后有它的这个对于技术层面上的脚本计算，比特币的计算和图灵完备的支持。然后甚至是经济学、信息学、密码学、博弈论，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才构成了整个比特币系统。那么在了解了这个系统之后，你可能还需要去知道，就是比特币它的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它的历史、它的未来，那你才能对这个系统有就是完整的理解。因为比特币虽然时间没多久，大概10来年，但是其实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事件的话，你可能对比特币还是盲人摸象的状态。好，除了这个 Theory of Bitcoin 之外呢，这里有2个材料也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入的理解比特币。一个是重生计划，一个是重新创造比特币。为什么我单独把这2个挑出来呢？因为它们就是帮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移除了之后，从一点一滴再把这个系统重新拼凑起来。让我们知道比特币这个东西，它是这一个大象是怎么样从一根骨头得到的。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那么
而且很高兴的是，这2个都是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写的，一个是邱少，一个是何岩，对，都是我们中国人写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下面有2句跟这两本书吧，可以叫书，它们的主旨直接相关的。一个是说比特币的协议一经制定就不会修改，那么另外一个是就是费曼曾经引用过这句话，叫那些我不能够重新把它造一遍的东西，实际上我是不理解的。我对这句话也是非常认可的。好，除了那些信息之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博士的网站。博士的网站上有非常多的文章，其实我坦率的讲，我自己也没有全看，我自己也是挑选我自己就是最关心的话题，然后进去研读的。那么博士网站应该怎么看呢？我给大家简单列一个。那你可以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一个分类，这个分类是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你注意看它分类和排列顺序，是一个从这个比较具象、比较具体的开发，一直到比较深入，到最后到哲学。那么它是一层一层深入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就是挑选一个单独的分类，挑选一个分类所在的层次进去看一下。那么说到博士的这个网站呢，就是我只有一句话，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博士的话，我认为一个标签是他是一个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博士给我展现出来最大的特点不是他是一个超人，不是他是一个就是有很多技能有很多学位的人，而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这是我从他身上就是最大的体会吧，最大的收获。因为博士的一生都在学习，而且是非常高效的学习，他的学习的速度是加快的，就是这让我非常羡慕。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就是上了年纪了之后，学习的能力降低了之后，我就在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的学习能力。因为你有了经验，你知道哪些东西可能更快的鉴别出来。那么从博士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习者，他是怎么样去迭代、去改变、去让自己更加善于学习的。所以这是博士的自称啊，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学生。他以前Twitter 账号还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在理论之外呢，如果你有更多的精力，你希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呢，我也把一些信息给汇总了，这样你可以里面都有链接，你可以进去查看一下。这些资源包括官网上列出，官网本身对它做了一个梳理，你可以看到。官网的梳理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一些第三方的库，一部分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 Bitcoin SV 它最核心的部分，那些最演变最快的、最关键的部分，它把它明确的分成了2块。这是官网上的资源。那么还有就是刚刚丽丝也有所介绍是。BSV 的中文部分的材料的梳理，这些材料的梳理就是非常精心的准备。其实我自己在录过这些视频了之后，我很少再去翻了。但有一次我很偶然的，我要查一个东西，我进去翻，我发现这些视频都被很好的组织，以便于你去找到信息。包括这个我们后来在 B 站上面有很多，就是以每周都有新的视频的方式去发布一些视频。我觉得就是要学的东西太多呀，这个有点吃不消啊。那么除了官方组织的信息之外，一个是官方的 Wiki， 还有一个是这个中文维基百科。那么 Wiki 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信息收集的这个方式。你可以看到这2个百科其实它们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官方的百科呢，主要是注重这个作为信源它的权威性，所以你看到它描述一个东西就写得很简洁，这个一个东西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它不会去说太多的东西。那么中文维基百科呢，相对就更有包容性一些，它会把这个生态里所有的东西，只要是有相关性的东西，它都会在里面，所以你在里面可以查到更丰富的东西。好，博客专栏，那么这个是我们刘老师的专栏。刘老师专栏里边，我专门挑出了那些智能合约的部分啊。刘老师对智能合约有研究，而且他会有更深入的这个很多系列的文章，就是发布出来。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刘老师的 blog。还有就是我们 Aaron 同学的比特币签名系列。那么 Aaron 老师就是我刚才说的老司机里面跑得比较快的。老司机里跑得非常快的。那么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他讲解了一下门线签名，后来他觉得就是，哎呀，这个东西我系统的讲解一下，花了很大的篇幅，然后做成了一个系统的系列文章。这个系列文章呢，有助于你了解比特币签名的方方面面，是从零开始的。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跟一下。好，这里是我的一些就是小结，是我在这个 webinar 的时候对这个应用层协议做的一些梳理。大家如果对应用层有哪些协议，哪些协议应该怎么用，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 Awesome 列表呢，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 Awesome BSV 的列表，但是那个列表上很多项目没有更新了，后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都是很条款性质的。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好，到了最后一页 PPT 的时候呢，我想把我这个之前的前面的东西串一下，给大家一个整体的逻辑。那么，因为把所有的这些材料以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梳理出来，我觉得是对开发者来说能省很多的事儿。我们从 onboarding 开始，然后怎么去上手，怎么去用别人的 API， 每个 API 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到了更深入的每一个特定的主题，我应该去哪儿寻找资料。那么再到后面是Unwriter 的工具和官方提供的框架及规范，就是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深入开发的。然后从框架和规范，我们希望了解更多的理论的时候，我们去哪儿寻找信息？包括这个 Serial、Bitcoin 还有博士的网站，我们去对理论更深入的理解。在理论之后呢，如果还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呢，就是有 Wiki、Blog 等信息你可以去查看。在所有这些你看了太多的东西了之后呢，就是到了你自己去做点什么的时候了。那么当然并不是说你要把这个全部都弄清楚了才能去做点什么，而是其实我自己就是在稍微了解了一些信息了之后，我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了。然后做自己事情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困难，你可以选择去找同学问，或者是到这张图来看一看，我需要那个东西是在哪个阶段、什么地方。希望这个图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吧。好，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演讲，谢谢大家。